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神田昌典先生所著的《打破常规的成功法则》这本书。如今，世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成功学书籍，然而这本书的作者神田昌典先生，可以说是成功学书籍中的教父级人物。很多成功人士都读过这本书，并根据其中的内容取得了实际的成功。因此，这本书可以说是人生必读之书。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些前所未闻却极具启发性的内容。我认为这本书能让大家获得新的启发，因此制作了本次的总结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马上深入了解这本书中打破常规的成功之道吧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结论；第二，打破常规的成功方法解说。首先是第一部分结论，我们先直接讲出这本书的核心结论：多数人之所以无法成功，是因为他们相信的是平庸的成功法则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始终无法脱离被裁员的焦虑，也无法摆脱生活压力的束缚，更无法逃脱为房贷、日常开销奉献一生的命运。这就是本书的核心观点。大多数所谓的成功秘诀对普通人没有实际作用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市场上充斥的成功法则，往往是由那些靠卖成功法则赚钱的人讲述的，因为他们自身并没有真正的实战经验，他们的内容只是将过去被讲述过上千上万次的陈词滥调重新包装。比如，要谦虚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要珍惜人与人的相遇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仅仅去实践这些老生常谈的口号，真的能让人成功吗？环顾四周，你会发现，把这些口号挂在嘴边的人，多数一生也只是拿着普通年薪的上班族。也就是说，光相信常识性的成功法则，普通人绝对无法走向真正的财富自由。为什么常识性的成功法则对普通人没用？原因在于，那些成功人士的成功法则，大多是他们在成功之后，为了防止骄傲而总结的经验。真正成功的人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变得傲慢，因此他们才会说，要谦虚一点，钱买不到幸福哦。当然，这些话对已经成功的人来说非常重要，但对于还没钱的人而言，完全不起作用。当你手头拮据，甚至为房租和日常开销焦虑时，别人对你说钱买不到幸福，根本无法打动你。你真正关心的是，怎么才能买得起房？生病了，家人怎么办？孩子教育如何安排？这些才是你切身关心的问题。所以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现实问题比口号重要得多。在你还没钱的时候，钱不是一切的说法，听起来只是空话。实际上，要好好赚钱才是首要任务。如果有人在你贫穷的时候告诉你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只会让你失去动力，甚至产生负罪感。一旦对赚钱产生怀疑或自责，你的失败几乎注定。当人们刚开始赚钱时，往往会自己设限，觉得够花就行，要谦虚。这种心态对普通人同样有害。比如，一个销售员如果过于谦虚，就容易被客户压价，什么都卖不出去。而至于要重视人脉这类说法，也并不总是正确。重视人脉的人，最多能成为下游参与者，而不可能成为主导者。实例：神田昌典的经验。神田昌典先生在从普通人到富有的过程中，完全无视这些常识性的成功法则。他专注于赚钱，每天盯着银行存折，厌恶谦虚，允许自己变得傲慢，切断所有人脉。结果他赚到了钱，而当他真正富有之后，那些要谦虚、钱买不到幸福之类的法则，才真正开始对他有意义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在我们还贫穷的时候，不应盲信常识性的成功法则，要先暂时无视它们，全力去赚钱。等到真正富有之后，再去遵守这些法则，才会有价值。换句话说，通往真正成功的过程可以分为2个阶段。从普通人到富人的阶段，重点是赚钱，积累财富，建立经济基础。
从富人到成功者的阶段，重点是心灵富足，实现人生更高层次的价值。在第二个阶段，那些要谦虚钱买不到幸福，重视人际关系的法则才真正有用。而在第一个阶段，这些法则不仅无用，反而可能是负面的。只有打破常规，实践真正的赚钱策略，普通人才能成为富人。实用赚钱方法与策略，在这里，我们加入一些具体、可操作的赚钱方法，让普通人能够实践这个理论。设定明确可量化的财富目标，例如，设定未来1年存款、投资收益和年收入目标，每天早晚查看目标，让它成为行动指南。将大目标拆解成月、周、每日任务，确保每一天都在进步。记录与分析收支，每天记录收入和支出，清楚知道钱花在哪里，找出不必要的支出并削减。将节省的钱用于投资或自我提升，优先投资自己，学习市场需要的技能，销售、营销、编程、数据分析等，通过副业或兼职积累资本和经验，保证收入来源多样化，降低风险，利用负面情绪作为动力，遏制能量，将嫉妒、虚荣、被轻视的愤怒转化为赚钱的动力。例子：我要赚到比他们多几倍。我要让曾看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，集中这些情绪，用于具体赚钱目标的行动上，而不是压抑他们。学习投资与理财，基础理财，建立紧急基金，学习资产配置，股票、基金、债券、房地产等合理分配，了解复利的力量，让钱为你工作，而不是仅靠工资。行动胜于空想，理论再完美，如果不去实践，也无法改变现实。每天至少做一件可以带来收入或积累经验的事情。金钱与心灵的双重富足。世界上有人金钱富有，但心灵贫乏；也有人内心富足，但经济拮据。真正的成功，是金钱与心灵都富足的状态。每个人都想两者兼得，但一开始想同时得到，就会导致矛盾和停滞。想赚钱，但又告诉自己钱不重要；想重视人际关系，但结果总被别人使唤。这种左右为难的状态让人停滞不前。因此，要想快速实现经济上的成功，就必须分两步走：利用内心的遏制能量，在短期内实现金钱上的成功；赚到钱后，再努力追求心灵的富足。换句话说，不要一开始就想同时获得财富与心灵的满足，先把金钱放在首位，然后再去打磨心灵。通过这两个阶段，普通人才能同时拥有财富与心灵的丰盛，成为真正的成功者。遏制能量的运用，所谓遏制能量，是指嫉妒、敌意、虚荣心等负面情绪。这些情绪本身拥有巨大力量，不应被否定，而是要学会将其转化为行动力。例如，我要赚到比他们多几倍的收入，我要比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成功10倍。把这些负面情绪全部集中在赚钱目标上，并全力以赴去实现它，这是从普通人迈向富人的第一步。等你稳定赚钱之后，再全力打磨心灵，实现内心富足。总结：世上常见的成功法则，其实只是成功者对自己说的话，对普通人没有用。普通人要成功，必须先承认内心的负面情绪，并将其转化为动力，用它先赚到钱，然后再去打磨心灵。光是学会承认并利用负面情绪这一点，就已经足够让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值得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压抑嫉妒、虚荣，要做个善良、没有欲望的人。但事实上，这些负面情绪本身蕴含巨大能量，只要引导正确方向，它们就能释放惊人的潜能。普通人想要成功，唯有借助这种庞大的能量，先实现经济富足，再追求心灵富足，才能同时得到金钱与内心的丰盛，成为真正的成功者。这就是神田昌典想传达的核心思想，也是本书最重要的实践指南。接下来，在第二部分，我们终于要进入
本书真正的核心内容。打破常规的成功法则。第一个打破常规的成功法则是通过潜意识的刷入，改变行为模式。人们常说，成功者都读大量的书，确实研究也发现人的洞察力与信息量成正比。但问题在于，大多数人读完一本书一次后，几乎就忘光了。针对这一点，神田昌典先生建议，要反复聆听录音或重复学习，因为知识有2个阶段，知道阶段只是理解内容，能行动阶段能自然地付诸实践。读一次书，只能让你知道，只有反复阅读或聆听，知识才能沉入潜意识，让你无意识地采取正确行动。很多人读完一本书就心满意足，但那样毫无意义。相比之下，录音或音频学习的优势是，你可以在零碎时间反复聆听，让知识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潜意识。当知识被刷入潜意识后，它就会自然地改变你的行为模式。而且，每次重复聆听，你都会得到新的启发和发现。这是因为，大脑总是优先注意与已有知识最相关的信息。第一次听时，你只能理解与自己原本知识接近的部分。第二次听时，上次听到的新信息已变成你的一部分知识，于是你又能听懂更多更深的内容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反复聆听会让知识层层积累，不断深化。今天这个概念完全可以替换为，用 YouTube 等平台进行反复学习，就能及时接触到无数优质的知识资源。作者的理念核心是，关键不是看过一次，而是反复吸收，直到变成潜意识的行动力。例如，你想听创业家的故事，就去听成功人士的频道；如果想要更有条理、更高效的信息，就听书的要点摘要。把这些内容不是读一遍就算了，而是在零碎时间里反复多次听。通过这样做，知识会被刷入潜意识，行为就会发生变化。大家不妨试着把听一次就结束的习惯改掉。一次听完很难把知识转化为行动，只有反复听，知识才会被潜意识吸收，行为才会真正改变。接下来要讲的打破常规的成功法则是要溺爱金钱。许多日本人对赚钱有卑微感或罪恶感，但如果抱有这种心态，就不可能赚到钱。原因很简单，一旦开始有赚头，你就会自己给自己设置停滞点。明明可以赚更多，却因为觉得对不起别人而把价格定低，觉得赚钱有些见不得人，慢慢就停止追求。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，自然会与金钱绝缘。因此，你首先要做的是从根本上消除对金钱的罪恶感。具体来说，请去爱钱，享受纸币的手感，体会钱在增长的喜悦。但是让自己变得不被钱爱的方法，其实也非常简单。整天挂在嘴边的，是那句看似高尚，实则自我设限的话：人生不是为了钱。一边嘴上说钱不重要，一边却在看到别人的豪车、旅行、美食时，心里酸溜溜的想，他们赚那么多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嘴上轻蔑，内心却羡慕。这就是典型的心理矛盾。嘴上否定金钱，潜意识却渴望金钱。而潜意识最害怕的就是矛盾信号。当你一边想吸引金钱，一边又贬低金钱，你的潜意识就会收到金钱是危险的、有钱会被讨厌的暗示，于是它自然会帮你远离金钱，就一定会过上终身缺钱的生活。神田先生甚至会反讽地说，既然你总批评有钱人为什么这么在意钱，应该多做公益，那你自己先去赚1亿日元，再拿9000万捐出去吧。先去赚，再用那笔钱实现彻底的社会贡献。要消除对金钱的罪恶感，可以把爱钱与用钱做善事连在一起想。常有人说，我想帮助别人，但没有钱就很难实干。如果你经营公司，公司赚钱了，你重要的员工就能涨工资，周围的人都会更幸福。总之，通过赚钱可以帮助别人，所以赚钱本身并不是坏事，而是为社会、为他人所做的。你大量赚钱并多缴税，
国家就会富裕，国民也能从中受益。抛弃对金钱的负面印象，大胆去赚大钱吧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打破常规的成功法则，是找出你不想做的事，把目标写在纸上。大家常被告诫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，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，所以许多人拼命去找想做的事，但往往找不到。与其努力去寻找想做的事，不如明确自己不想做的事。要搞清楚自己讨厌的东西，要比搞清楚想做的事容易得多。把不想做的事一件一件排除，自然而然就能更容易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一旦你找到了大概的想做的事和目标，恭喜你，其实目标已经等于达成了一半。为什么？实现目标有个秘诀，把目标写在纸上就会实现。这里面是有根据的。为什么写在纸上会实现？简单来说，当你不断看着写在纸上的目标时，大脑会像架起高灵敏度的天线，开始收集实现目标所需的信息。大脑会从你的过往经验和当前发生的一切中搜索答案，从而无形中把实现目标所需的线索带到你面前。各位应该都听说过酒会效应吧？所谓酒会效应，是指即使在一个嘈杂的聚会中，周围许多人都在各自交谈，我们的大脑仍能自动选择听取或注意到与自己有关的重要信息。例如，在人声鼎沸的派对上，只要有人叫你的名字，你就能立刻听见，那是因为大脑自动识别出与自己相关的事物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把目标写在纸上，并且每天都注视它，大脑就会将它识别为重要信息，并且全天24小时自动思考要怎样才能实现目标。如果用更帅气的说法，那就是你正在对自己施加催眠术，或者说是在给自己的潜意识编程。所以各位，请把自己的目标写在纸上，每天早晚都看看它，带着微笑去生活。这就是打破常规的成功法则的核心精髓。希望大家能将书中的思路转化为行动力，先勇敢面对金钱，善用内心的能量，再一步步打磨自己的心灵。记住，成功不是盲目跟随常识，而是在非常识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行动中突破自我，创造属于自己的真正成功人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